731不是只有暴行，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人在战后用活体解剖的研究数据，逃过刑罚，换取了自由和安逸。话说1941年的某一天啊，一个名叫石桥直方的日本兵正在哈尔滨郊外一处秘密研究基地值班。这个基地呢，当时对外统称为防疫给水部，实际上防疫只是日本人的幌子，它真正的名称叫做731部队。说这个石桥直方在例行巡视的时候啊，碰巧有2名囚犯向他求助，叫什么名不知道，只知道其中有一个是中国女孩，另一个是乌克兰女孩。这俩人的年纪大概都是20郎当岁。俩女孩请求石桥直方啊，能给他们找个镜子。为什么找镜子呢？因为自从被关进了731，就再也没有看过自己的模样了。经过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疾病，以及暴力和恐惧之后，出于本能，他们想知道还能不能从镜子里边认出他们自己来。这个请求很卑微，也很容易让人一瞬间心碎。我们都知道，在731部队啊，人一旦被抓进来，就不再当人看了，一般被叫做马路大，意思是木头、原木。牢房被称作原木小屋。从打被关起来，那个名字也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3位数字的编号，已经不被当作人了。那俩姑娘呢，还是冒着风险，只为了能在临死前做一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情。他们想照着镜子看看镜子里的人。石桥直方最后被打动了，他找来一面小镜子，从牢门上一个小洞悄悄塞进去，帮这俩姑娘实现了愿望。40年后的1981年，石桥直方讲述了这个故事。他说，我把镜子给了他们，但是我救不了他们，他们死得很惨，我至今仍记得他们的声音。石桥直方回忆说啊，说他后来是从同事的谈话中得知了那2位年轻女孩被用作医学实验，当场被活体解剖，最后就死在了手术台上。温馨提示啊，上面这个故事是今天这一整期节目中相对还有点人味一段，接下来的内容会更加的黑暗血腥，涉及到一些极为残酷的试验。如果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建议您赶快划走。如果是未成年人，建议有家长陪同一起观看。731部队的罪行啊，是令人发指的。可是更令人震惊的是，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被清算，相反的，在美国的默许和遮掩下，很多战犯轻易逃过刑罚，这才是最让人愤怒的地方。需要强调的是呢，为了避免这个视频被下架，在个别地方会相对含蓄的表达，闲言碎语不多讲。下面就请跟随我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的历史真相。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啊，美国、德国、日本这3个国家都曾经研发过堪称恐怖级别的杀伤性武器，包括原子弹、化学制剂以及细菌或生物武器。日本在当年啊，同时有2个原子弹计划，一个归陆军管，一个归海军管，另外还有一个为了大规模化学战准备的，也是最可怕的生化武器计划。而731部队呢，就是日本生化武器研发的核心。从1931年到1932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不久，就在哈尔滨的郊外一家工厂里建立了一个细菌战研究中心。这个秘密机构这时候还不叫731，它的代号叫做东乡。为什么叫这个名呢？为的是纪念海军名将东乡平八郎。到1930年代中期，这个机构已经有大约300名员工，
其中有50人左右是科学家和医生。到了1936年的时候，有一个细菌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继而成为这支部队的领头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石井四郎。石井四郎啊，首先是医生，然后才是军人。1892年，石井四郎出生于日本关东地区的千叶县。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大地主，母亲是上田藩藩医的女儿。这个石井四郎啊，毕业于当地的千叶中学，之后辗转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我们看，这就是从京都大学毕业时的石井四郎。他在1920年12月毕业以后，进入陆军，成为一名军医，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几年以后啊，大概在1924到1926年，石井四郎被陆军部派遣，重新回到京都帝国大学，专门研究细菌学、血清学、防疫学。在大学的期间啊，他给校长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甚至还娶了校长的女儿，同时呢，也巩固了他在医学领域的地位。那么这个石井是怎么进入731的呢？为了提供更多的背景，讨论731部队报行的时候，有几项重要的国际协定有必要逐个梳理一下。因为正是这些协定把731部队的行为定义成了非法行为。依照时间顺序，我们可以感知一下当时人们对于战争所做出的约束和进步，同时也能了解到日本人到底是怎么钻的法律空子。1907年的海牙公约规定了在战争中要保护平民，不能虐待俘虏，这是比较早期的寻求对战俘人道对待的尝试之一。15年以后，一战过后的1922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这么5个国家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使用潜水艇和有毒气体的条约。这其中啊，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和其他瓦斯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质和手段。尽管当时没能在各国落实下去，但是呢，这个条约仍然不失为国际法的重要文件。为什么要禁止这些玩意儿呢？因为这种武器实在是太可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在欧洲战场上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毒气造成的伤亡在这场战争中多达100万以上，而且其中很多受害者都是平民。根据当事者描述的氯气中毒的这个景象，说这个人呢，一旦暴露在毒气之中，几秒之内呼吸道就会充血发炎，中毒的这个人就像溺水一样，嘴里吐着血泡，苦不堪言。即便能够幸存下来，也会留下永久性的肺部损伤。日本军方密切观察着欧洲的动向，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化学武器啊，将会成为未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过了2-3年，到了1925年，人们根据前面的内容制定了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国际间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而且在1928年正式生效。到1929年啊，又有了专门针对战场上伤兵和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我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些国际协议和日本有什么关系呢？您注意，日本签署了日内瓦协定书和日内瓦公约，但是没有获得日本政府批准。这项法律漏洞刚好给了日本军方和那些相关领域专家们一个他们自认为十分合理的理由。他们开始秘密研究生物和化学类武器。这一时期的日本军方啊，存在一定分歧。一部分人认为，既然有国际公约，就应该禁止这类武器。另一部分人呢，则抱有相反态度，认为现在是大好机会摆在面前。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石井四郎。这个细菌战会造成无差别的伤害，恨不得这个风吹到哪儿，哪儿的居民就会出现伤亡。按理说，石井是医生出身，对这些应该是门清的。坏就坏在他不觉得这种事情有多恐怖，反而相当佩服认同大家提倡。这个疯子啊，最早在东京的一个陆军医院，用流行病预防研究实验室的名义建立了他的研究机构。但是很快发现呢，这个安排没法持久，因为在东京能找到的这个实验对象很少，没人愿意接受这种实验。这个石井四郎啊，就这样开始在军内大力鼓吹，说欧洲列强都在发展细菌武器，日本如果不做准备，将来恐怕会遭遇到严重困难。他的这个主张呢，最终被日军参谋本部所接受。必须一提的是，日本军部起初对细菌战兴致并不高。石井四郎的主张之所以引起重视，一方面是日本军方意识到这个细菌战啊效果惊人，符合他们当时的利益；另一方面原因是因为石井四郎发明了一个石井式滤水器，
简单来理解呢，这就是个净水装置，专门为野外作战研制。它的功能啊，是可以比较有效的过滤细菌。为了推广这款滤水器，石井四郎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根据前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回忆，说有那么一天，这个石井啊突然闯了进来，当着众人把污水倒进滤水器，过滤出一杯清水，紧接着就把这杯水一饮而尽。这样的举动呢，最终惊动了参谋本部，这个石井市的滤水器就这样被投放到中国东北，后来甚至还吸引了天皇来参观。到1936年，石井四郎从日本来到哈尔滨，开始接受东乡部队以及生物战相关工作，由昭和天皇亲自批准设立731部队，对外仍然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进行运作。与此同时呢，在哈尔滨平房地区，一片更大的区域被单独划分出来，一个臭名昭著的研究基地就这样建了起来。石井四郎的目标啊，是把细菌和毒气转化为日本陆军的武器，这需要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他认为这个动物啊已经没法提供有用的数据，日本呢控制着中国东北，于是他们开始从各种渠道抓人，以此提供研究数据。具体负责这个抓人任务的是日本宪兵队，这是一支比较特殊的武装，相比起传统的宪兵队，它更像是盖世太保那种秘密警察部队。1935年到1937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宪兵队由东条英机领导，这是后来的日本首相甲级战犯，因为残忍好杀，有着剃刀将军的称号。尤其在领导宪兵队期间，他的残忍行径更是臭名昭著。东条英机在战后被指控对数百万中国平民的死亡负有责任，其中就包括他和宪兵队为731部队抓捕的大量研究对象。这些人有的是俘虏、政治犯，有的是普通民众或者无家可归的人。这个石井四郎想要把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随着规模的扩张，731部队开始在哈尔滨以南24公里的平房地区建设新的基地。1936年开始营建，1938年6月主体建筑基本完成，1939年细菌工厂建成。日本人把抓来修筑这个工厂的中国劳工全部杀害，投入炼人炉，毁尸灭迹。1940年8月，731部队本部全部营建完成。它的核心区域占地总面积超过了6平方公里，内里有建筑80多栋，包括实验室、手术室、军营、火葬设施和监狱，可以同时关押600名用来实验的囚犯。我们看，这就是当年731部队的一张照片。最显眼的位置好像一个田字格的样式，这就是731部队最核心的建筑，人们习惯性把它称作四方楼。这个四方楼啊，占地15000平方米，里边有许多暖气空调齐备的最先进的研究室。中间这块看不见周围情况的区域设置了一座监狱，被当作实验材料的人们就被囚禁在这里。731部队的预算啊，几乎是没有上限的。当时一年的预算是1000万日元，约等同于今天的90亿日元或者8100万美元的同等购买力。这个731拥有当时最为先进的设备，还有超过当时很多合法研究机构的预算。随着战争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沦陷并被日军占领，731部队的规模不断扩张，更多的分支单位也在各地设立起来。1938年1855部队在北京设立，1939年1644部队在南京成立，同一年8604部队在广州建立，然后在1942年9420部队在新加坡成立。有些分析认为啊，在日本占领的亚洲各国土地上，可能有多达26个实验分遣队和单位，这些分支据点的人员总数可能介于1万到2万人之间。所有这些啊，都在石井四郎的控制之下。这是一个工业规模的生物武器计划，但是大多数人对他了解的并不多。目前推测731部队啊，被分成了8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特定的功能。比如第一步，以活体为对象进行病原体研究；
第二步，开发生物武器投放系统；第三步，制造含有生物剂的弹药；第四步，负责大规模细菌生产制造，每个月能够产出大约300公斤的鼠疫细菌；第五步，负责培训相关人员；第6到第8步，专门维护设备以及维持医务和行政单位。再提醒一次，这个变态的组织完全是工业化规模的。我们知道日本官方对731部队称之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但是对平房当地居民所宣传的完全是另一条谎言。当地的人们如果知道里边发生了什么，显然是不会接受的。所以日本人告诉当地人，那里就是一家伐木场。为了维持731部队不受影响的运行下去，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开始把受害者统称为马路大。马路大在日语中的意思是木材原木，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杀人，而是在砍树。这个错误描述甚至成了研究人员之间的一种玩笑。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很纳闷，你说这是不是人在心理上自行构建的某种防卫机制呢？因为他们没法在保持人性的同时又干着没有人味的事情。或许这就是纯粹的邪恶吧。一个731部队有关人员的一段话，刚好解释了在自我辩解和洗脑不断交织而催生出来的矛盾心理。以下为完整引述。我们作为医生的天职是挑战各种致病微生物，阻断所有入侵人体的道路，歼灭寄居于人体的外来物质，并设计出最迅速的治疗方法。然而我们现在即将展开的研究却与上述许多原则完全相反。作为医生，我们可能会因此感到痛苦，尽管如此，我恳求你们基于双重医学刺激继续这项研究。一，作为科学家，为了在自然科学中探求真理而努力，从事研究并发现未知世界。二，作为军人，为了打败敌人打造强大的武器。他们称之为研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惨不忍睹的酷刑，本难以想象难以忍受的人间苦难。生物武器测试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被续感染了鼠疫、霍乱、出血热、伤寒、炭疽、结核和痢疾等等多种疾病。他们在731部队被视为具有医疗利用价值的标本，感染以后的各个进程阶段都被记录研究，甚至被用来活体解剖。什么是活体解剖呢？就是对活体动物进行手术，用以研究或者实验的做法。日本人在731部队所做的活体解剖是对着活人做的，为了不影响这个数据和观察结果，有的时候甚至是在完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会对男性、女性、孕妇进行活体解剖，取出某个零部件进行检查，研究人类在临死之前这个细菌感染或者疾病进展的效果。为了避免这数据遭到破坏，石井四郎甚至会亲自进行手术。这个受害者呢，往往被绑在手术台上，嘴里塞着毛巾，压低尖叫的声音。他们会观察孕妇和婴儿的发育情况，以及有没有被感染病毒，母体和婴儿有哪些不同影响。他们不止绑架孕妇，还会让妇女们在实验前被强制怀孕。有的时候呢是其他男性囚犯，有的时候是医生自己。有那么一次，有一名即将被活体解剖的孕妇对医生们说杀了我没关系，但是请留我孩子一条性命吧。除了这些还有冻伤实验，实验包括把受害者的胳膊腿浸泡在冰水中直到完全结冻。他们想测试人体对极低温的反应，以及身体从极端的冰冻状态恢复的这个能力。他们观察记录冻伤所需的时间，
说这个当皮肤表面附上一层冰的时候，用手杖敲打，肢体会发出类似木板的声音，就被判定为已经解冻了。这些人呢，测试了各种解冻方法，他们认为最理想的是用温水，大概的温度在37到50摄氏度。他们也尝试了其他方法，比如把人冻伤完全不处理，观察受害者的这个自然血流需要多久把肢体解冻，或者呢，直接拿明火去烧去烤。令人发指的，甚至有几个月大的婴儿被用于冻伤实验。731部队对最佳解冻水温的研究结果，后来被美军的医疗人员采用，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后面会详细讲解。受害者们啊，也被用来测试各种常规武器的作战效果。他们被绑在桩上，遭到火焰喷射器、手榴弹以及其他爆炸装置的轰击。然后研究人员研究说，这个手榴弹、炮弹与炸弹测试造成的碎片伤害，有时候也研究枪伤。压力舱实验，把这个人呢放在容器里边，然后不断增加压力。离心机实验，用高速旋转模拟飞行员所承受的状态，直到受害者死亡。还有就是把人倒悬过来，测试窒息而死需要多久，往人动脉里注入空气，研究栓塞。胳膊被截下来，然后接到身体的另一边，只为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儿。731部队并非是唯一的存在这种恐怖实验的机构，前面提到的其他的分支和姊妹单位也有类似情况，有的时候呢还会配合731部队实地测试研发结果。比如南京的1644部队就曾经在前线发动过细菌战，所使用的病原体都由731部队制造供应。通过实验以及对中国城市进行系统性的病原体攻击，日本的生战计划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丧生。根据美国海军历史和遗产司令部的推测，被日本生物武器所杀的中国平民有超过50万人，他们至少在11个中国城市进行了12次以上大规模实地试验，其中的一次是使用了由731实验室培养的感染了鼠疫的跳蚤，由731送到南京1644部队，然后以低空飞行的飞机在浙江省宁波、金华等地散播，造成数万人死亡。之后他们又研发了可以装载病原体的炸弹和弹壳。1942年前后，日军针对湖南常德发动细菌战，仅常德一地有实名记录的死亡人数就多达7400多人。生物武器不单单用在中国，也用于苏联部队。说这个当苏联部队逐步接近蒙古边界，日军和苏军交战败北的时候，为了阻止苏联的进攻啊，日本人在一条河里边投放了大量的伤寒病毒，但是最终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个伤寒病毒到了水里边就失效了。除此以外，还有好几起计划好的生物攻击最终没有实行。比如在菲律宾巴丹半岛战役期间，他们计划投放 1.5 亿只跳蚤，等到了要放的时候呢，这个战斗已经结束了。再比如硫磺岛战役期间，日军打算发射2架装有病原体的滑翔机，用来攻击登陆的美军。但是这2架滑翔机呢，没等飞到地儿就坠落了。还有塞班岛战役，日本人又想到用鼠疫跳蚤来攻击美军，结果装载跳蚤的潜艇在半道上就被美军击沉了。他们是频繁尝试用鼠疫跳蚤杀人，甚至还策划了一项夜间樱花行动，计划用自杀的方式对美国加州发动细菌战。他们准备了15架水上飞机，分别由5艘新型潜艇搭载，横越太平洋以后就让这些飞机起飞，飞到圣地亚哥、洛杉矶、旧金山的上空，然后就开始散播鼠疫、霍乱、伤寒等等病毒。有这个机组人员也感染了病毒，他们就准备用被俘虏的方式把疾病传给俘虏他们的美国人，以此作为对美军空袭日本的报复。最终呢，因为日本宣布投降而终止。石井四郎一度想在投降以后仍然继续执行那个自杀投毒计划，在他的上级强烈反对下，这个计划后来才没有实施。Lempar album dari pesawat terbang Nippon
Lalu dilakukan menuju ke arah bagian pusat tentera musuh itu.二战中的纳粹德国和日本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体实验，但是二者在规模、手法和动机上又有着明显差异。那纳粹的医学实验有大约15750名记录在案的受害者，另有12000名潜在但是没有确认的受害者，分布在德国境内15个集中营的70个计划中，包括德国、波兰以及被占领的欧洲地区。估计直接死亡的人数约为4364人。相比之下的日本，保守估计单是实验室环境731部队就造成了至少12000人死亡，总计因为生物战、细菌战而丧生的人数可能高达20万到58万人。纳粹德国大约有200名医师参与了相关计划，而731网络设计的人员则超过1万人。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欧美国家的一些历史课本或者是教育内容，主要焦点似乎总是把纳粹当作这类暴行的代表。即便是在美国，太平洋战区对美国来说比欧洲战场更为重要，可是却好像无视或者弱化了731部队的历史过往。在纳粹的实验中有比较多的受试者存活下来，当然即便侥幸存活也不可避免遭受极端而且永久性的伤害。反观731部队以及相关分支单位，为了不留下目击者，这个实验室里几乎是没有幸存者的。那个城市里的居民因为生物武器攻击有幸存下来的，但是被关在实验室牢狱里的人几乎没有逃脱的人。不同的方法反映出了不同的战略目的。纳粹实验主要有3个方向：一是军事生存相关，比如低温防寒存活测试、跳伞部署的安全高度，以及怎么让这个海水变得可以饮用；二是药物和治疗相关的，比如对于疟疾、结核、伤寒测试对抗这些传染病的药物；再比如毒气攻击、中毒以后的解毒剂；三是种族和意识形态目的，比如研究绝育技术，寻找最经济快捷的方法，对被视作劣等的族群进行大规模的绝育。731部队的不同在于几乎是完全专注于生物武器的开发，研究能够污染整个城市的方式方法。虽然两边都做过活体解剖和低温实验，但是731通过横跨亚洲的26个设施，以平民为对象，大规模部署生物武器，它的实地测试的尺度是远超纳粹的。当然，攻击平民并不是只有日本，那是一个战争年代，非战斗人员和平民往往没有保护界限，无论是轴心国还是同盟国都有攻击平民的行为。美军空袭日本的城市，燃烧弹轰炸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德国在伦敦闪电战期间投下12000吨炸弹，8个月造成3万平民死亡。苏联搞种族清洗，饿死的乌克兰人不计其数，到现在已经没法确认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那个时代人道灾难是多方面的。日军和纳粹德国在实验目的上有差异，无可争议的是，双方都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类苦难，也都有罪孽深重的代表人物。纳粹德国和日本在医学战争罪上的最大差异，其实出现在战后的处理方式上。您应该或多或少听说过纽伦堡审判。纽伦堡的医师审判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8月，起诉了23名医学战争罪的被告人，判决包括7项死刑、5项终身监禁，并确立了纽伦堡守则，成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基石。纽伦堡审判程序历时140天，拥有大量的文献、幸存者证词，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国际关注，把纳粹的医学罪行暴露在了全球谴责之下。相比之下，对于731部队在1946年到1948年进行的东京审判，
仅仅是含糊其辞的提及，而后又因为证据不足被驳回。尽管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大量关于731部队活动的完整文件，包括日本使用生物武器引发鼠疫霍乱等疫情，掌握了涉案人员、地点，石井四郎在哈尔滨的研究基地，其中1944年的情报更是查明了日本人生产细菌作为生物战用途，以及731部队一些实质运作的研究情况。然而当日本投降，准备战犯审判调查的时候，石井四郎和731部队的部分军官并没有被作为战犯受审，他们获得了美国豁免权。那么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空からは敵軍事拠点をしらみつぶしに必中の手段を浴びせかける。我が荒鷲陣の給水に敵船団もまたあるいは沈没し、あるいは各出し、敵として声なし。もろくも崩れゆかんとするイギリス軍、昔日の誠意を呼び戻すにすべもなく、わずかに機雷を敷設して我が軍の上陸を阻まんと図りましたが、決死掃海艇隊の活躍は功を奏し、海軍陸戦隊は見事敵前上陸に成功しました。1945年的8月当苏联的军队距离哈尔滨平房地区越来越近的时候，731部队的人员开始焚烧记录、破坏设备、销毁证据。731部队的大部分设施被夷为平地，所有幸存的囚犯全部被杀害。石井四郎下令所有员工保持沉默，销毁个人笔记，否认参与把秘密带进坟墓。二战刚刚结束，美苏之间就爆发了新的冷战。在美国人看来呢，日本人的实验累积了极具价值的医学资料，美国政府和科学界想把这些资料据为己有。在这种氛围下，美国生物武器中心微生物学家桑德斯中校受派来到日本展开调查。通过一系列审讯，桑德斯把调查报告呈交给负责战后重建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并建议以豁免交换这些人的研究资料。一些关心进展的人们也同样抱有相同看法，他们认为美国的科学家们在伦理上不会做出同样的实验，但是不可否认是这些资料是存在价值的。我们前面对日本、德国做了比较，至少在德国方面还有些微的正义得以伸张，但是在日本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惩处。尽管美国的科学界和医学界同样把人体实验视作不道德的行为，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收割那些不人道的研究成果。如果以运营经费来衡量，日本为了实验前后花费了数千万日元，而美国在调查期间只花了大约25万日元。麦克阿瑟最终接受了这些建议，准许以交换研究资料为条件，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一众731部队核心人物，给予他们免于起诉的保护，前提是所有的数据资料只能提供给美国。石井四郎这些人交出的资料有8000张人体和动物解剖的切片，还有600多页阐述他们研究领域的文章，以及100多页有关生物与化学战测试的资料。尽管731研究人员的说法和他们呈交的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出入，美方仍然选择信任他们的说辞。731的研究人员声称说用于实验的人都是已经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美方没有证据表明说这种说法不实，于是就接纳了。事实上呢，美方只派了2位律师去调查在中国的生物攻击指控。期间虽然访谈了一些曾经报告鼠疫爆发的医师，但是他们并没有访谈任何受害者，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现场实地调查。因此当他们向麦克阿瑟报告说证据不足以支持细菌战指控的时候，美军高层就这样照单接收了。731的成员还声称除了一些个别情况抽取了美国战俘血液来检测抗体，他们没有使用任何美国战俘作为实验对象。事实表明这句话完全是胡扯。1945年的5月，美国出动了55架 B-29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其中有1架 B-29被击落，12名空勤人员跳伞逃生。这12个人呢，有1个跳伞的时候发生事故死亡了，有3个落地以后
被日本民众围殴致死，剩下8名空勤人员被日本方面俘虏，送到了九州帝国大学医学系。最后的结局是无一例外，全部被活体解剖用于人体实验，遗体甚至被浸泡福尔马林长期保存，因为可以给后来的学生们学习。战争结束以后，医生们把有关记录全部销毁了。被问起这些空勤人员下落的时候呢，他们说这些人啊被送到了广岛的集中营，并且已经在原子弹爆炸中丧生了。美方最终的处理方式是有选择性、有针对性的视而不见，对美国战俘实验的加害者被安排在横滨分开审理，把这部分战犯和731部队成员隔离开来，让那些没有对美国人实验的人能争取到豁免协议。美方负责策划掩盖的官员包括麦克阿瑟的情报幕僚长查尔斯·威洛比，他积极压制起诉行动，并且主张赦免石井四郎，同时保护另外20多名日本科学家，让他们免于战犯起诉。为美军服务的诺伯特·费尔博士对731做了详尽广泛的调查，调查结果随后被列为高度机密。相关的信息解密以后，今天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潜在的军事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优先于真正的正义和道德。尤其是对苏政策，美国方面认为阻止苏联获取生物战资料足以正当化的保护这些战犯。当苏联方面要求接触石井四郎以及731成员的时候呢，美国认为这个事儿可能会危及到自身安全，所以指示石井四郎不要向苏联透露任何有价值的资讯。十分讽刺且可怕的是，后来的评估显示，当时被视为极其珍贵的那些资料并没有达到美国的预期。他们获取的研究成果充其量只是些微有用。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这种道德上的妥协几乎是毫无价值的，约等于白忙活一场。前面提到，日本有一拨人对美国空勤人员进行了人体实验，这拨人呢被单独审查，30人被起诉，其中23人被判犯下活体解剖以及摘取身体部位等罪行，5人被判死刑，4人被判终身监禁。伸张正义的程序虽然缓慢，但是总算呢有了一些进展。不过到了1952年，形势又发生了改变。在冷战的基础上，朝鲜半岛的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的对抗。苏联和中国支持北朝鲜，西方国家和美国支持南韩，日本呢刚好可以拉拢作为盟友。于是总统杜鲁门签署行政命令，撤销了对那些在美国战俘身上做过实验的医生们的起诉。随着旧金山合约结束盟军对日本的占领，日本恢复了主权，并且和美国缔结安全同盟，美军得以留驻日本。到了1958年，所有因为战争罪而被判刑的日本囚犯全部获准假释。从头到尾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最高层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731部队。东条英机担任过关东军宪兵司令，以及日本在二战期间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东条英机在1948年被以甲级战犯的身份审判并处以绞刑。尾冢隆二是日军侵华时期的关东军军医部部长，作为日本细菌战推动和发起人之一，这个人曾经极力推动成立731部队。根据尾冢隆二的供述，他说石井四郎在1936年奉了昭和天皇的命令，开始进行相关人体实验。1939年至1940年间，昭和天皇又颁布了一道命令，表彰石井部队的贡献。731部队资金极为充足，拥有最先进的设施，配备了日本医学界的精英，并且定期与日本的医疗机构进行沟通，后者甚至为实验提供建议，并且定期接收人体样本。石井四郎手下的绝大多数员工都安然无恙地结束了战时服役，
731部队的许多医生都被免于追究战争责任，而且其中的很多人战后在大学、医院和工业界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北野正次和内藤良一，这是石井最信任的副手。战后，北野正次创立了绿十字制药公司，同时担任总裁。内藤良一进入制药业，负责日本的血库系统，两人都免于起诉，在战后的日本医学界担任高级职务。石井四郎有个老师啊，叫户田正三，二战的时候是京都大学医学部部长。户田正三主导派遣了大量的医学研究人员加入731部队，双方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这一点日本 NHK 拍过一部叫《731部队真相》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对户田正三派遣医学人才有过专门且十分详细的解读。户田正三呢，后来担任金泽大学校长，他从来没有对外提起过自己和731的关系。现在的金泽大学已经是日本医学界的权威学府之一。731部队医部负责人田部景和就是这位，看上去好像温文尔雅。这个人是专门负责利用伤寒病毒进行生物武器研究的，战后成了京都大学的教授，日本细菌学界的权威。这位叫吉村寿人，在731期间呢，负责冻伤实验。战后的吉村寿人一再否认自己进行过非人道实验，并且在日记中啊，自称是在军队期间听从长官命令，研究如何保护士兵免于冻伤、冻死的，绝不是变成了丧失良心的恶魔。吉村寿人后来成了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的教授和校长，以及日本气象学会会长。苏联啊，是唯一将731部队相关人员送上法庭的政府。1949年12月下旬，在俄罗斯哈布罗夫斯克，731部队12名医生、军官和工作人员被控制造生物和化学武器。尽管美国媒体同样进行了报道，但是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其秘密交易，将这次审判称作是又一次苏联式的作秀审判。哈布罗夫审判又叫伯利审判，一共起诉了前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医务处长尾整隆二等12人，并最终全部判为有罪，处以2到25年劳改。这次审判是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对细菌战的审判。所有被告在1956年又被悄悄释放，并返回了日本。731部队的罪魁祸首石井四郎在二战结束以后回到故乡千叶县，并且用假死的方式举办葬礼，随后潜伏起来。经过美军的长时间追踪，掌握了他的活动，在审理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召开以前，美国人和石井四郎密切接触，相约谈判。1947年以后，石井四郎开始行踪不明，有的说他开了一家为美军提供服务的妓院，表面上靠着女人维持生计，实际上在里边整理731部队的资料。还有的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石井四郎帮助美军研究细菌武器，也有包括美国海军学院在内的有关文章说石井四郎前往美国，在美国陆军化学生物研究中心授课，又或者说他开了一家诊所，继续研究生化武器。根据石井四郎的女儿所说呀，晚年的石井信奉佛教，迷上了禅学。1958年的时候，还曾出现在731部队成员的聚会上。1959年10月，因为喉癌死在了东京国立第一病院，终年67岁。1998年，有180名中国原告来到日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731部队的罪行，并且为受害者及其家属赔偿损失。东京地方法院于2002年作出裁决，承认731部队在中国发动细菌战，并对当地居民造成伤害，但是驳回中国原告的赔偿请求。尽管拖了好几年，这仍是日本法院首次承认日军在1932到1945对华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日本法官在审判的时候表示说证据表明，包括731部队在内的日军奉日本帝国陆军总部之命使用了细菌武器，造成了大量当地居民死亡。值得注意的是这名法官在审判的时候使用了大量当地居民死亡这么一个轻描淡写的说法。目前大多数记载
认为731部队活体解剖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3000至1万人。然而，如果只看这一项数字那么就忽略了面向中国平民的细菌攻击，以及战后鼠疫所造成的庞大伤亡，将整体的灾难压缩为单一类别，实际上是对数十万遇难者的一种淡化。如果日本的生物战计划在太平洋战场上付诸实施，或者在战争后期成功把生物制剂运送到美国本土，受害规模很可能远超想象。对于731的罪行历史学家希尔顿·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中提出，所造成的死亡总数约为20万人，而美国学者丹尼尔·巴伦布莱特在人类的瘟疫中则估计死亡总数高达58万。截至目前，尽管有部分日本学者以严谨的姿态记录并揭露了731部队的战争罪行，但是日本官方始终不愿承认。731留给这个世界的从来不是什么科学成就，而是耻辱和债务。当科学被剥离了伦理，它就很容易成为暴力的帮凶。当正义被权力买断，那些受害者就会永远被压在沉默之下。我们能做的不是忘记，也不是宽恕那些被掩盖的事实，我们可以记录、揭露，甚至追究。真相可以是一把利器，但是不应该是交易的筹码。至少目前，对于731的受害者而言，正义仍在等待，所有的呼声仍然没有被真正回应。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的收看收听，这里是烽火照东南。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